大家好，今天我想要来跟大家聊一个有意思的话题，那就是中美关税战。为什么习近平会选择死扛到底？我的意思是说，为什么我认为习近平会选择死扛到底？截至2025年5月初，美国总统川普在其第二任期内向全世界多个国家发起了一系列广泛的关税措施，引发了与他们的贸易冲突。以下是截至目前的关税战概况。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145%关税，涵盖几乎所有中国产品。美国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商品加征25%关税，能源产品除外，能源产品税率为10%。美国对全球钢铁和铝产品加征25%关税，适用于所有国家。美国对韩国、日本和印度商品加征25%关税，后于4月9日降至10%，并设定90天谈判期。美国对欧盟酒类产品提议加征200%关税，作为对欧盟计划对美国威士忌加征50%关税的回应。美国对进口伊朗石油的国家实施刺激制裁，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伊朗石油进口国。现在我们来看看各个国家对于美国发起的关税措施有哪些回应与对抗措施。首先是中国，它的反制措施包括了对美国商品加征最高达125%的关税，涵盖农产品、能源和机械设备等。另外，中国对美国还实施了一些重要产品的出口限制，比如中国将暂停向美国出口关键矿物和磁性材料，这种出口限制将会影响到美国的汽车、国防和半导体行业。中国的谈判立场是表示愿意在美国取消关税的前提下进行谈判，但拒绝在压力下让步。其次是加拿大，它的反制措施包括了对价值约208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25%关税，包括钢铁、铝和其他商品。另外，加拿大对美国还提高了部分汽车产品的关税，主要是指对非美墨加协议合规的美国汽车加征25%关税。加拿大的其他应对措施包括部分省份禁止销售美国酒类产品，并考虑对美国公司参与加拿大政府合同设以限制。第三，我们来看看墨西哥，它的初步回应是计划对美国商品加征5%至20%不等的关税，涵盖猪肉、奶酪、农产品、钢铁和铝等。墨西哥谈判立场是总统西恩鲍姆表示愿意继续与美国进行谈判，寻求解决方案。欧盟的反应如何呢？欧盟对美国的反制措施包括计划对价值238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25%关税，主要针对农业产品和来自共和党州的商品。欧盟的谈判立场是对美国的关税措施表示关切，并表示愿意寻求通过谈判解决争端。最后我们来看看日本、韩国和印度，他们的初步回应是对美国的关税措施表示抗议，但是也愿意通过谈判来解决与美国之间的贸易争端。截至目前为止，已经与美国达成妥协的国家有韩国、日本和印度，这些国家与美国达成了初步协议，将关税税率从美国要求的25%降至了10%，他们还与美国商定了设置90天的谈判期。结果最好的应该算是澳大利亚，它获得美国最低的关税税率，显示出澳大利亚与美国的良好贸易关系。当前与美国川普政府对抗最激烈的国家是哪个呢？显然是中国。中国在回应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战时，除了宣布对等税率之外，中国还宣布对美限制或暂停出口某些关键矿物和磁性材料，这些措施对美国的汽车、国防和半导体行业产生了直接影响。以下是详细说明。首先，中国将暂停向美国出口关键性的矿物和磁性材料。中国拥有全球最丰富的稀土资源，并在提炼和供应链上占据主导地位。针对美国的出口限制中设计的关键材料主要包括：第一类是稀土元素，包括锑，它主要用于高性能磁铁，还有氦气瓦，常常与氬一起使用，用来制造高强度磁体。还有 TiO， 它可以用来提升磁体耐高温性能。还有锗，它可以用来增强磁体肉稳定性。限制出口的稀土元素中还包括锑，它主要用于气固磁体。中国对美国限制出口的第二类材料是石墨，中国也是全球最大的天然和人造石墨出口国。石墨是锂电池负极材料的核心成分。中国对美国限制出口的第二类材料是半导体材料，包括铯和铯，它们被广泛应用于红外设备、高频通讯设备、太阳能电池和芯片制造。中国对美国限制出口的稀土元素石墨，还有半导体材料等等，究竟会对美国的哪些行业产生影响呢？首先，它会影响美国的汽车行业。电动汽车的电动机是非常依赖高性能的稀土磁体的，比如特斯拉和福特等品牌的电机使用的铁硼磁体。
另外，石墨是锂离子电池的关键材料，如果供应受限，会影响到电池的生产，从而会提高电动汽车的交付周期和销售价格。美国的国防工业当中，战斗机、电磁炮雷达系统等也依赖稀土磁体，特别是 T-LOG 和 T-Z 来维持体积小、功率大的武器系统。这些和被用于制造红外传感器、高频通信设备和卫星系统，对军事侦察和指挥通信至关重要。此外，在半导体行业当中，化合它是化合物半导体制造的核心材料，用于生产 5G 芯片、功率放大器、高频雷达等等。稀土材料也被用于芯片刻蚀工艺中的特殊涂层及光刻设备。看了中国的这么多对应措施，你会不会觉得厉害国的确是很厉害？现在的问题是，这些稀土元素和磁性材料等等，它们是仅仅在中国独有的吗？还是在全世界其他的地方也有呢？如果中国彻底中断了对美国的这些材料的供应，美国是不是也还有其他的方法或者其他的途径获得这些稀土材料矿物呢？其实呢，这些稀土元素是广泛存在于地壳当中，并非中国所独有问题的关键在于稀土矿的开采和冶炼过程中会产生大量放射性废料，如苷和有毒废水。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用低成本这样子低环保标准的方式迅速扩张了稀土产业，逐步让其他国家的稀土企业失去了竞争力，并导致这些国家的很多矿山被关闭。中国不仅矿多产能大，而且从采矿提炼到高端加工应用，如磁体制造，形成了完整产业链。而其他国家往往只具备上游开采能力，缺乏下游提纯和加工设施。我们不妨把眼界放开一点，世界上还有哪些国家拥有稀土资源呢？其实以下一些国家也有稀土矿产或正在被开发。比如美国加州的 Mountain Pass 矿是全球少数活跃矿之一，开采后由于环保成本与法规的关系，多数会被送到中国进行精炼。近年来，美国公司也在试图重建自己的提炼能力。另外，澳大利亚的 Balance 公司是除中国外全球最大稀土生产商，他们在澳洲开采，并且在马来西亚设有提炼厂。还有加拿大也拥有潜力丰富的矿床，如 Nacala 矿，但是目前还没有形成大规模商业化生产。越南、缅甸也有丰富稀土资源，但是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差，并且很多资源也是被中国的企业控制或收购。印度、巴西、俄罗斯也有一些资源，但开发缓慢，受限于资金、技术和环保等问题。以上分析了这么多，我们可以更深入一点的来看，如果中国彻底中断稀土、石墨和某些半导体材料的出口，美国可以怎么办？具有可行性途径包括了加快本土化生产与加工，美国政府已经在资助 Mountain Pass 矿恢复生产，并投资一些美国国内的提炼和磁体制造技术。美国国防部也已经拨款扶持美国本土的稀土供应链的去中国化。美国还可以对这些材料的进口进行多元化。目前美国已经与澳大利亚、日本、加拿大建立了稀土合作机制，支持去中国化供应链的发展。美国还可以对这些材料进行回收和再利用。很多高端的电子废料中含有稀土，美国和欧盟正在开发回收提纯技术，如废弃硬盘马达中的磁体回收。最后，美国也有一些部门正在研发替代材料，某些磁体或半导体应用正研究无稀土替代技术，但是目前普遍成本还比较高，突破性下进展还没有能够获得。我们可以把上面所述的各项因素进行一些归纳和总结，那就是中国并不是唯一拥有稀土资源的国家，但目前控制了约 60%、70% 的稀土提炼和 90% 以上的磁体生产能力。但是这种生产能力在全世界所占的比重正在逐年下降。如果中国断供，美国和盟国短期会受到较大冲击，价格上涨，供应紧张，但长期能通过多元化、自主化和替代技术来应对这场供应链危机，反而成为推动美国战略矿物去中国化的催化剂。中国在愈演愈烈的贸易战和关税战究竟有没有制胜的法宝呢？其实是没有，至少是没有太多的牌可以打。除了上面提到过的稀土石墨和半导体材料以外，中国在很多产品的加工制造领域也曾经有过很大的生产能力，只不过很多高附加值的产品的研发技术以及巨量的消费能力都被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占据了优势和控制地位。中国拥有的主要是产品的生产和加工环节，而这种环节其实是可以被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比如墨西哥、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巴基斯坦等等所取代的。
所以说这次关税战最后造成的结果很可能就是中国从世界上失去大量的订单，导致大批工厂倒闭，工人失业，而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只会使他们的消费价格涨一些而已。所以说形象的比喻的话，中国可以让美国出一点血，但是美国却很有可能让中国伤筋动骨。现在问题来了，既然中国在关税战役当中对美国没有多少牌可以打，没有制胜的法宝，为什么习近平政权却表现得比世界上其他的国家都要更强硬和更迅速呢？通俗一点讲，就是习近平为什么会死扛到底呢？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由于中共并不是民选政权，它的权力的合法性并不依赖于民众的选票或福祉之间。工厂会不会大批倒闭？工人会不会大批失业？会不会有很多家庭失去他们的房屋？有很多人的生活会不会因为关税战而变得异常艰难？习近平其实并不需要关心这些，因为无论情况发生怎样的变化，中共权贵家庭的奢华生活并不会受到丝毫影响。而在西方国家，如果贸易战导致经济下行，民众生活受损，执政党很可能在下次选举中下台，但在中共体制中，政策失败的政治后果并不会直接由民众投票来惩罚，而是通过内部权力斗争来体现，如果体现的话。所以中共的成本加收益计算完全不同，对内牺牲经济，只要不动摇政权基础，就不是不可接受的代价。习近平所关心的只是中共的政权是否能够稳定，为了这个目标，他甚至可以把中共政权在经济管理方面所造成的非常重大的失误一并让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来背锅。目前中国的经济形势非常糟糕，但是这种糟糕的情形也可以被习近平所代表的中共政权所利用，他们可以煽动说这一切都是因为美国发起的贸易战和关税战所造成的，因此中国的民众应该仇恨的不是中共，而是川普政府。中共的宣传机器极其擅长构建敌人来统一思想，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今天，归咎于美国打压，正好成为现成的借口。像习近平在2018年以后大幅加强了对民众思想的引导与控制，大量宣传中强调美国遏制中国发展，塑造一种我们是受害者的氛围，从而减弱民众对中共治理不善的质疑。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即使经济民生恶化，严重社会普遍不满，但反美情绪却能持续高涨夸，就因为这是中共主动塑造的叙事。民族主义是一个保险法，当经济增长无法维持合法性时，就用受害者叙事来重新团结人民。一旦敌人是外部的，内部的分裂就容易被压制，哪怕政策是失败的。自从1949年建立政权以来，中共就特别擅长挑动和掌控民族主义情绪，来为自己的政权服务。在美中关税暂时有可能重创中国经济、影响民生之际，中共的宣传喉舌北京日报近日发表评论文章，重提毛泽东在中国对日抗战期间的著作作论持久战。在中共看来，中国民众的生活需求和政治诉求是可以被无限的压制的，广大的韭菜们是中共所称的不惜一切代价，当中的代价也是中共政权赖以抵抗西方民主国家的信心来源。从1958年到1960年的3年大饥荒当中，民众被饿死数以千万计，但是中共政权没有丝毫被削弱和垮台的迹象。中共对老百姓的折腾反而是愈演愈烈，直到几年以后爆发了惨绝人寰的10年文化大革命。所以我认为习近平政权所说的持久战并不是说着玩的，他们是会真正的去干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即使经济民生恶化，严重社会普遍不满，但中国国内的反美情绪却能持续高涨夸哇，因为这是中共主动塑造的叙事。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习近平选择死扛，这个并不是经济理性的结果，而是出于对权力安全、体制稳固、意识形态对抗和长期战略布局的综合考虑。习近平政权在当今所倡导的斗争哲学，实质上是这种历史模式的延续，从动态清零到逆全球化，从共同富裕的宣传到对内对外的高压政策，中共一直试图让人民为其政治路线买单。所谓持久战，如果人民沉默，缺乏自由信息渠道，就极可能成为一场以牺牲底层百姓为代价的持久专制。我是司马鹤言，希望大家能积极订阅、点赞、留言。虽然我不一定能够做到逐条回复大家的提问或者评论，但是在今后的节目当中，我会尽量的围绕大家所关心的问题而展开话题，并且以这种方式来与大家交流和互动。谢谢大家，下次再见。